我是丽姐，在婚恋服务这行摸爬滚打了好些年，见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，也促成了不少美满姻缘。但今天我想唠唠小梅的事儿，这事儿真让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无语又心疼得慌。小梅38岁，在婚恋市场里，这年纪确实不占优势，属于大龄剩女行列了。她家庭条件普普通通，没什么特别亮眼的地方。可您别看这样，小梅对自己的婚姻那是有着超高标准，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，一门心思就奔着自己理想中的婚姻去，压根没觉着这些高标准会给她找对象添啥大麻烦。我刚接触小梅的时候，她给我的第一印象特别好，举手投足间透着股子职场女性的干练劲儿，一看就是个理性成熟的姑娘。她有自己稳定的工作，收入虽说不算特别高，但养活自己那是绰绰有余，在经济上还是挺独立的。小梅对婚恋这事儿想得门儿清，目标明确得很，就想找个经济条件优渥的男士，能让她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过上安稳日子。用她的话说，男方家境要是差了，婚后少不了为柴米油盐、鸡毛蒜皮的事儿吵架。她可不想过那种成天为钱发愁的日子，所以男方家境这块她绝不松口。就冲着小梅这条件和要求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知道给她找合适的对象不容易。但咱干这行的不就是帮人解决难题吗？我就留意着身边那些条件匹配的男士。还真别说，前几个月我瞅见了阿华。阿华这小伙儿30岁上下，正是年轻有干劲的时候，工作上那叫一个努力，为了事业没少加班熬夜，凭着自己的一股拼劲，在公司里已经崭露头角，取得了些小成绩。他人性格也好，随和开朗，跟同事朋友相处的都很融洽，没什么坏脾气。家里条件相对来说也不错，父母都是勤勤恳恳的老实人，辛苦打拼了大半辈子，有一定的经济积累。虽说不是大富大贵，但在当地也算得上小康之家。我觉着阿华和小梅没准能成，就赶紧安排两人相亲。相亲那天，我心里还直打鼓，盼着能有个好结果。一开始见面，氛围还算融洽，阿华打扮得精神利落，小梅也是精心拾掇了一番，看着挺登对。可没成想，刚坐下没多久，小梅就开启了查户口模式，一连串问题跟连珠炮似的朝着阿华就去了，张口闭口都是问阿华的家境，父母是做啥工作的，家里有几套房，几辆车，以后的经济规划咋打算的，退休了有没有养老金之类的。那架势感觉像是在面试员工，对阿华的家庭背景要求高得离谱。阿华呢，一开始也是好脾气，耐着性子一个一个问题回答，心里想着自己虽说给不了小梅那种奢华到极致的生活，但凭自己的本事，保她往后衣食不愁，日子安稳还是没问题的。可这问题一个接一个，没完没了，阿华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觉得小梅是不是有点太看重物质了。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头，真正的炸弹还在后面呢。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彩礼这敏感话题上，小梅也不含糊，直接就跟阿华摊牌了，一开口就是30万彩礼。这数字一出来，阿华当时就愣住了。您想啊，3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就算工作不错，家里有点底子，可3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。阿华的父母辛苦攒下的那些积蓄，那是留着养老，以备不时之需的，这一下子要拿出30万，压力可不是一般的大。阿华当时脸上就闪过一丝犹豫，不过他也没直接拒绝，到底还是有涵养，只是跟小梅说彩礼这事儿得跟父母商量商量，看看能不能达成一致。这本来是句大实话，也是人之常情，谁家娶媳妇不得一家人坐下来好好合计合计。可小梅一听这话，立马就不乐意了，脸色沉了下来，嘴巴一撇，那眼神里满是失望和不满。在小梅看来，男人要是真心爱她，别说是30万，就是再多些也该毫不犹豫地掏出来，哪能有半点拖延和犹豫。这在她眼里就是不够爱她的表现，甚至觉得阿华这是在坐地起价，故意为难她。从这之后，每次两人见面，小梅就跟中了邪似的，3句话不离彩礼，而且态度越来越强硬，言辞之间甚至开始带了些威胁的意味，明里暗里都在跟阿华说，要是不满足他的彩礼要求，这婚就别想谈了，他是绝对不会嫁的。阿华本来还想给自己点时间，
跟父母好好沟通沟通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个折中的办法，既不让父母太为难，又能让小梅满意。可小梅这咄咄逼人的劲儿，让阿华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，感觉自己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慢慢的，阿华心里的想法就变了，他开始琢磨，小梅这到底是图他这个人呢，还是就盯着他的钱和家境啊？他越想越觉得委屈，自己工作努力，性格又好，对小梅也是真心实意，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她的事儿，咋就因为这彩礼问题被小梅当成了坏人？阿华觉得结婚本来是件美好的事儿，是两个相爱的人携手走过一生的承诺。彩礼虽说也是个传统习俗，但应该是双方家庭根据实际情况，带着诚意和祝福商量出来的，而不是像小梅这样把彩礼当成了一种交易筹码。你满足不了我的要求，就别想娶我。这么一来二去的，阿华心里的委屈和不满越积越多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忍不住了，直接跟小梅提出了分手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傻眼了。我心想，阿华这小伙儿平时看着挺温和的，没想到这次这么决绝。可再仔细一琢磨，也能理解他，毕竟谁也不想谈一场没有感情基础，只谈钱的恋爱啊。在这场相亲闹剧中，阿华和小梅之间明显缺了最重要的东西，理解和沟通。小梅一门心思扑在自己的物质要求上，却忘了婚姻最本质的是两个人相互扶持，相互包容，一起走过风风雨雨。而阿华呢，一开始也是真心想和小梅处对象，可面对小梅的步步紧逼，他实在是招架不住了。阿华跟我坦白说，他还是希望找个能真正懂他、包容他的姑娘，能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而不是把结婚当成一种负担，整天算计着钱啊、物质啊这些东西。听到阿华这话，我心里也是感慨万千。再看看小梅，这分手的消息对她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。她原本信心满满，觉得自己把条件都摆在明面上了，男人要是真心想娶她，就该接受她的标准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阿华居然不按她的剧本走，直接选择了退场。小梅这下慌了神，开始懊悔不已，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之前要求是不是太高了，把好好的一段缘分给作没了。她害怕的不行，担心自己年纪越来越大，往后怕是再也遇不到合适的人了。作为红娘，看着小梅这样，我这心里跟刀绞似的，真心疼她。小梅虽说要求高了些，但她本身是个独立又聪明的姑娘，工作上的事儿从来没让别人操心过，凭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站稳脚跟。可就是这婚姻啊，她太理想化了，把爱情想象得太完美，以为只要有钱，有物质保障就能幸福一辈子。同时我又忍不住恼火她这死脑筋，非得抱着那些高要求不放手，活生生把一段本来有希望开花结果的感情给逼上了绝路，最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自己伤心失望。最难的就是我得开导小梅，告诉她婚姻可不是简单的物质交换，不是你出个价对方买单就能成的事儿。两个人在一起得相互体谅对方的难处，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。特别是像小梅这样的大龄女性，年纪确实不饶人，时间上的压力让他们难免有些心急，想赶紧找个归宿。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乱了阵脚，把婚姻当成一种交易，用金钱去衡量感情的价值。小梅这次相亲失败，不是说她不配拥有好的婚姻，而是她在追求幸福的路上选错了方向。爱情啊，归根到底需要的是两颗心的贴近，是理解、包容和真心的付出，而不是冷冰冰的金钱数字。我经手过好多类似的案例，见过太多男女因为彩礼、房子、车子这些物质条件闹得鸡飞蛋打。有的姑娘自身条件其实一般般，可受周围环境影响，或者看了太多电视剧、小说里的浪漫桥段，就幻想着自己也能嫁入豪门，过上阔太太的生活，张口闭口就是高额彩礼、市中心的大房子，结果挑来挑去，把自己挑成了剩女，还错过了不少真心对她好的人。还有的小伙子家里条件不太好，为了娶媳妇，父母砸锅卖铁凑彩礼，自己背负一身债务。婚后两口子因为经济压力天天吵架，感情也慢慢淡了。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变得形同陌路。其实咱老祖宗定下彩礼这习俗，
本意是男方家表达对女方家的尊重，感谢女方父母养育之恩，也是给小两口未来的生活一个基础保障，图个好彩头。可现在呢，有些人却本末倒置，把彩礼当成了赚钱的工具，当成衡量爱情的唯一标准，这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在我看来，两个人要是真心相爱，遇到彩礼问题就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。男方要体谅女方父母的不易，毕竟养个闺女20几年，就这么嫁出去了，心里肯定舍不得。想要点彩礼也是人之常情，女方呢，也得看看男方家的实际情况。要是男方家确实拿不出太多钱，但小伙子有上进心，对自己又好，那也不能太为难人家。就拿我身边一对夫妻来说吧，男方家是农村的，条件不太好，父母身体也不好，常年吃药，家里没多少积蓄。女方是城里姑娘，家境虽说不算特别富裕，但也比男方强不少。两人谈恋爱的时候，女方父母一开始也不同意，觉得女儿嫁过去要吃苦。可姑娘认定了小伙子，小伙子也争气，为了让女方父母放心，工作更加拼命，还利用业余时间学技能考证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到了谈彩礼的时候，姑娘知道男方家的难处，跟父母商量后，只要了个吉利数8万8，还跟小伙子说这钱以后留着给他们小家应急用。男方家感激的不行，小伙子更是把姑娘的这份理解和体谅记在心里，婚后对姑娘加倍的好。两人齐心协力打拼，现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还买了房买了车，成了周围人羡慕的对象。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，相互扶持，共度难关，而不是为了钱争得你死我活。我经常跟来找我帮忙的单身男女们说，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把人品放在第一位，看对方有没有上进心，是不是真心对自己好，这些远比物质条件重要得多。对于大龄女性来说，年龄可能是个劣势，但绝不是决定婚姻幸福与否的关键因素。不要因为年纪大了就慌慌张张随便找个人嫁了，也不要因为害怕嫁不出去就把彩礼、物质条件抬得高高的，吓跑了真心想和你过日子的人。要相信，只要自己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不断提升自己，无论是内在修养还是外在形象，总会遇到那个懂你爱你的人。小梅的事儿给我们所有人都敲了个警钟，婚姻不是一场买卖，爱情不是金钱能衡量的。希望那些还在婚恋路上迷茫的人都能从这事儿中吸取教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宿，别让物质条件蒙蔽了双眼，错过了真正的爱情。